这会儿的心情稍微的平复了一下，刚刚差点崩溃了，感觉梦想就要破灭了。昨天还都好好的，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棵还没被破坏的桃树了。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没错，又是鹿害。今年我遭受了无数次的鹿害了，但是一直以来桃树都还是挺好的，鹿没有破坏。但是现在看看，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看看这枝条都是被生拉硬扯给扯下来的。 还有这很好的结果枝也都被扯断了。之前都是咬我的梨树啊、苹果树啊、桑树这些树的嫩尖吃，现在连树皮都给我啃了。这是另外那棵我按照主干型桃树培养的树，看看这些地方也都被它啃咬了。看看这些地方，大概多一半的树皮都被啃掉了。 这两棵树呢，虽然是受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但是至少没有伤筋动骨，慢慢还是能恢复的，而且靠修剪也可以把这些坏的地方弥补上。这块的皮呀，真是损伤太多了，还得好好研究一下到底该怎么办好。这些鹿啊都是有记性的，它们一旦开了先河，那后边还会来啃的。昨天晚上来了，那今天晚上、明天晚上，或者是下周，那还是有可能再来啃的。这其实也是我最担心和最崩溃的地方，到底该怎么办呢？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再来一次的话，那这些枝子可能就都没了。这鹿啊是一点都不讲武德的，只要是尝到了甜头，开了先河，那后边的破坏就是毁天灭地。 真是头疼啊！想办法，看看怎么弄。这棵柿子树呢，叶子也都落光了，因为长得比较高，所以枝干没有受什么影响，但是呢，也没有幸免。看看这树皮被啃的，这边被啃掉了一块，这边还有一块。我不知道这些鹿是个什么样的癖好，怎么连这些干干的树皮都啃下来吃啊？真的是没东西吃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前几天把菜地里边的那些菜都给用无纺布盖住了，他们吃不到了，结果生气了，过来报复我呀。可是我这还有大片的覆盖作物啊，冬小麦啊，还有这些玉米杆，上面甚至还有一些干的玉米，他们都不吃，就专门挑我的树来啃。真是想不明白这些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脑回路，就是无脑的破坏呀。 这边的这棵李子树，我周围是用西红柿笼子给围住的，但是露在外边的这种嫩尖儿和枝头也还是被啃掉了。看看，经过这次的劫难，我感觉我菜园里边每个种类的树都被鹿给啃过了。以前以为鹿只是喜欢亚洲梨、苹果树、桑树、枣树之类的，现在看起来不是那样的，就是它们还没有尝到其他树的味道。 所有的树，它们都是会啃的。最让我生气和崩溃的，就算是这棵油桃树了。这棵油桃树是去年秋天的时候买的那种很大的苗，当时给修剪成了3主干的自然开心型。看看现在的情况，这一根主干基本上就完蛋了。看看，所有的都给咬了。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分支，也都被咬掉了。看看地上的一些落叶，还有这种小枝，还有这种中型的枝头。 这边还有这种比较大的枝子，都被给扯掉了。这个结果枝被扯断了，这里原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支的，从根部的地方一下就扯下来了。我们看看这种多好的枝条啊！这是那个比较大点的分支，就是这样生拉硬扯给扯下来的。看看这损伤程度，整个木质的部分都被扯下来了。这种本来结果的枝条也都扯断了。 这棵桃树的损伤程度可比刚才的那几个桃树严重多了，好多地方大概是3/4的皮都被扯光了，就剩下里边的木头了。这3主干里边的这条侧枝，除了皮损伤严重之外，很多的枝子也都掉了。我在想，我该怎么处理它一下啊？如果不管它的话，可能上边的部分也不一定能长得好了。如果是处理一下呢，从这儿剪掉，那这边也没有芽点了。 真是两难呀！这边的这条侧枝比刚才那个稍微的好一点，但是我看了一下，这边也几乎就没有什么好的芽点了。如果要是从受伤的地方给它剪下来，那很难再找到往这边的延长枝了。真是没什么好办法了，看看明年春天再看看情况吧。这些鹿呢，这次连我这棵最老的桃树都没放过，看看这。 也是皮被咬掉了一大块，我其实就想不明白了，这么老的桃树，这些皮有什么好吃的呀？又干又硬的，结果还是被啃成这样了。还有像这种枝子，也都给我扯断了，这些地方也都给咬了。
心疼我这颗亚洲梨啊，春天的时候被咬，夏天的时候被咬，秋天了还是被咬。这次损伤更严重，看看这种枝条全都扯断了。这儿有一个已经长得很粗壮的枝了，被生生的给扯下来了。看看这么大的一个侧枝，这下一弄呢，朝东和朝南的2个方向的侧枝就都没有了。这动物驱避器就放在这儿守着这些树，现在是响个不停，但是对鹿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啊！真是交了智商税了。这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我这桃树还有亚洲梨被鹿给啃食撕咬啊！这次呢，不用说这些果树，就连这棵花树都没有幸免。看这花树的皮也都被它们啃过了。真是感觉这些鹿不是过来找东西吃，是来报复我了，真是太狠了。刚才说我的菜都盖住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还是有一部分娃娃菜还有大白菜没盖住的。我仔细看了一下，这还是有好几颗白菜都是被啃食过的。看看这几颗，明显头已经没了，是被啃食过的。它应该是从这个地方钻进来的，这儿的额外的铁丝已经顶起来了，本来是连接在下边的网上的。你说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吃，吃点大白菜呀，那我也无所谓啊，怎么就非要吃我的果树呢？还有这些覆盖作物，这么多都是随便吃啊。刚刚意外发现了，这儿还有一颗大萝卜，长这么大个了，这也算是今天的一个惊喜吧。先不管其他的了，我得想想对策。如果他们今天晚上还来，明天还来，下周还来，该怎么办？那我这些树就全都没了，这2、3年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要是那样的话，那还谈什么田园梦？还什么从有机菜园到生态果园呀，再到食物森林呀？所有的梦想那就都破碎了，梦碎鹿群呀！我至少先把这2颗水蜜桃给它好好保护起来吧。这2颗水蜜桃，那是我明年结果的希望啊。还有这颗蟠桃，这蟠桃目前还没破坏，也得把它保护好。我先拿这种保护树的尼龙网，把这些小树的树干给它缠一缠，这样的话能避免啃咬。当初要是早一点给它缠上，保护起来就好了，这树皮就不会被咬坏了。啊，都是心存侥幸啊。行了，就缠到这第1个分叉的位置吧，把这系一下，这样至少这下半部分的树干应该不会给我啃咬了吧。这大菜园里边的这些枣树，我也用这种网给它缠了缠，希望能有点保护作用吧。接着还是得再修复一下这菜园的篱笆还有铁丝网。看着被吃掉的白菜，这个地方就是鹿进来的一个通道。我刚才把这儿的网稍微给它修复了一下。都说鹿的胆子小，但是没想到鹿把这些的网都给撞断了，然后就从这儿跳进来跳出去。还有这边的这种铁丝网也是他们跳进跳出给撑断的。这菜园的篱笆有破绽的地方真是太多了，没想到鹿居然那么聪明，总能找到有缺陷的地方进来。这边梯形立柱还有锤子我也给找出来了，一会儿把它们打到单棵树的周围，然后再围上网，用来保护单棵的小树。现在没有铁丝网，我还得出去买一下。啊，好重啊！哎呀，铁丝网给买回来了。店里的小哥就是这样扛着给我扛上车的，也想学学他，结果被累趴下了。开始把立柱给它砸到土里去。哦，这好难砸呀！哇，这手已经完全酸掉了，才砸进去1个。弄完2个，有了一点经验，好像稍微的好一点了。这种我买的那种 T-Pose Driver 它套不进去，所以没什么办法，只能用锤子砸。把铁丝网给它剪开。这一个人围这个网还不太好弄，好重啊！现在看来，幸亏没买6英尺的，这5英尺的已经是足够高了。
虽然对鹿来说，这5英尺的高度，它要真想跳的话，也能跳进去。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小的密闭空间，鹿也不会傻到它会往这种小的密闭空间里跳的。所以这5英尺的高度足够了。现在是围了一圈，围得严严实实的，我就不相信这鹿还能给我把树吃掉。从这儿给它剪开就行了。这边感觉有点太高了，再稍微往下砸一砸。这边我把剪开的铁丝折成这种挂钩，就可以挂在上面了。行，就这样把它勾上就可以了。哎，好了，这应该就足以防住鹿了。我以前之所以没有花精力围这种网，一是当时的鹿害也不太严重，桃树一直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的。第二就是围上这种笼子之后呢，你像将来剪枝呀、喷药啊，还有套袋儿、摘果啊，都是特别的麻烦。不过也是没办法呀，现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总比都被鹿给吃掉了要强很多。我就是做了几个这样的钩，给它稍微的摘下了，将来打开这个网的时候也容易。用这种类型的有挂钩的立柱，虽然是砸起来不太容易，但是装这种网是比较方便的，直接挂在上面就行了。将来拿下来的时候也是从这儿拿下来就可以了。你像我原来这种比较容易用专业工具砸到土壤里边的，给它挂起这种网来就比较麻烦了，得用那种专门的挂钩，或者是用铁丝绑。好，接着把另外2颗水蜜桃也这样给它围起来，争取能在天黑之前把这3颗水蜜桃给它弄好，保护起来。围上这些网的另外一个缺点是，将来这些枝子长得更长更大了之后，可该怎么办呢？只能是尽可能的回缩，把这种侧枝让它尽量的短一点了。另外就是将来割草的话，也是会受到影响的。这不行啊！用这种围法，不光是费时间，将来维护起来麻烦，这成本也是太高了。这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吧，还得想别的办法。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这些桃树都被关在笼子里了。我突然想到，有了这样的铁丝网，其实也还是有一个好处的，就是将来上边能够盖上额外的网防鸟，也能防各种小动物来偷桃。想想这些呢，这些铁丝网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不方便，也就这样将就了吧。因为我还是有好多其他的树都没有围上这种铁丝网的，为了防止鹿来啃食我那些其他的树，我昨天晚上6点、8点、10点，还有11点半出来4次，就是看看有没有鹿。我晚上巡视的时候是把整个院子都给转了一圈，还真被我逮到了2次，有2次都发现鹿了。我用弹弓把它们赶跑了。我是打算这样连续的巡视几天，看看能不能把鹿给吓到，让它至少短时间不要再来了。现在也开始苦练弹弓的技术了。说实话呀，大半夜的晚上一个人来到后院还是有点恐怖的，拿着手电筒照到远处，好多的闪亮的眼睛，再加上那些叫声，挺恐怖的。这鹿群也是就在远处的树林里边，还有我篱笆旁边上蹿下跳的，能听到很明显的鹿群跑动的声音，偶尔还会有鹿跳到我篱笆里边来。为了能把它们吓跑，只能是壮着胆子自己辛苦点了。